有照片曝光，中国在新型海警船的改造中安装了一种定向能声波武器。这种武器为何被称为无形杀手？它能否穿透一艘航空母舰？中国又为何要发展这样的武器？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张军舰的照片，引起热议。照片拍摄地点在沪东船厂。照片中，一艘舷号为511的军舰正在港口内进行改造。而511舰此前指的是中国海军的056型护卫舰保定号。不久前，保定号已经划归为中国海警部门，因此照片反映的是保定号护卫舰改造海警船的画面。而经过将这张图片放大后，可以隐约地看到其舰室顶部一系列设备中有一样设备与此前中国在航展上展出的一款定向声波武器十分相似，可以推断中国的新型海警船将会安装定向声波武器。那么什么是定向声波武器呢？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定向声波武器与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微波武器等一同被归类为定向能武器，也被称为次声波武器。与激光致盲武器一样，定向声波武器同样是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出一定频率的波纹，来对目标方向造成影响。只不过声波武器的波纹是声音，而通过定向作用，这种武器也不会对后面的己方人员造成误伤。这也是定向声波武器区别于一般噪声制造设备的特点。定向声波武器由于具有声音指向性强、能量集中无扩散特点，并且采用了特定的超声波合成技术，所以所蕴含的目标指向能量极大，并且可以根据使用的需求，还能够实时调整音量的大小，从而可以分别实现远距离广播通讯、警示和驱赶3种类功能。所以这也从侧面反映，除了定向声波武器在海上作战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是成为各国海军研究的重点。定向声波是一种非杀伤性新概念武器，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上颇受欢迎，因为它能精确控制声音传播方向，也可以实现远距离喊话警告。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发射强噪音，刺激听觉器官和中枢神经，使人丧失意志，甚至失去行动能力。作为非致命性武器，定向声波武器也不会直接造成人员死亡，这在低冲突事件中能够成为很好的帮手，所以也使得中国十分注重定向声波武器的研究与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在边境以及海域区域近年来多与外军产生摩擦，因此如何采用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震慑外军，成为中国保护自己边境权益的重点。虽然定向声波武器是一种非致命性武器，可威力并不小，毕竟它可是被誉为无形杀手。对于中国的这个定向声波武器，有网友评论说，中国的这个定向声波武器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么它能够穿透美国的航母吗？对此，有专家说，这个定向声波武器最多可以发出150分贝的声音，而这150分贝意味着什么？这150分贝的声音有多么大的破坏力呢？就是当人在听到这种声音时，会直接感到耳朵疼、头昏脑胀，甚至抵抗力低一些的人还会直接丧失听力。所以这样的声音是人所不能忍受的。而且150分贝声音的穿透力达到500米，在足够靠近的情况下是能够穿透整艘航母的。因此，就算美国航母再强大，那么在听到这种声音后也将是不敢靠近。所以对于美国的航母也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所以中国的新型定向声波武器将会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中国的海上维权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新型的定向声波武器也会在中国大型船只上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而随着中国新型定向声波武器的广泛应用，也将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的威慑作用，更快地助力中国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不是中国海警船定向声波武器首次亮相了。据悉，此前在今年4月份，中国海警在西沙海域联合开展了为期19天的联合执法行动。而在此次行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海警3901船，而这也是该船首次正式执行巡航任务。这艘中国海警3901船是中国第2艘万吨级海警船，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排水量达到了 1.2 万吨。该船有一个全封闭的大型船楼，一直延伸至中后部的烟囱处，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这艘海警船可以搭载尽可能多的人员以及内部设备。加上中国的这艘海警船的动力装置为柴油机，使得这艘海警船能够保持较高的航速，而且搭配过滤系统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这艘海警船的船上还搭载了几艘小艇，其中包括玻璃钢巡逻艇、硬壳充气艇等。这些小艇可以用来执行巡逻、执法、救助、登岛及交通等多种任务，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海上任务的需要。然而，这还不是这艘海警船最大的特点。中国的这艘3901海警船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于装有定向声波武器，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艘海警3901船装备了非杀伤性定向声波武器，所以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中国的这艘海警3901船由于搭载了定向声波武器的设备，就使得这艘船看起来更加的饱满，也看起来更加的高大上，也能更加的发挥出中国海警船的执法作用，也加强了中国海警船的执法震慑力。因为随着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海上实力的增强和扩大，就开始来在中国的近海进行挑衅，来挑战中国的底线，企图来破坏中国的和平稳定，损害中国的主权和海上领土完整。因此，中国为了这些不利的局面，就开始极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其中就是在海警船方面也是不断的加大发展的力度。因此，中国的这艘海警3901船将会在海上执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此前中国还派这艘海警3901船赴西沙开展执法活动，因为中国的这艘海警3901船在吨位、续航力、耐冲击性、适航性、速度、火力、信息化能力等各方面，相对于世界上的海上执法船具有较大的优势。而且这艘3901船多的定向声波武器在实际使用时十分的灵活多变，可以先以喊话的方式要求敌军目标对象分配行动，如果敌方没有适当的反应，那么就可以将定向声波设备对准15至30度角内的目标，集中释放150分贝的警告音，这样的分贝足以让人感到震耳欲聋，从而以此来强制敌军对象配合。这也将大大的提高中国海警船的海上执法能力，也能够对海上的突发事件做出迅速反应，从而可以大幅的提高海上执法效率。更令中国人振奋的是，据悉中国的这艘海警3901船的满载排水量为12000吨，这已经远远超过日本海上保安厅所拥有的世界最大巡视船满载排水量9300吨级秋金州号与福岛号一跃就成为世界第一海警船，这也将使得这艘海警船在海上执法上具有重大的威慑力。而中国目前的计划并不只是在海警船上装备定向声波武器，而是要在中国的万吨级的大船上都要装上定向声波，以此来增强中国的海上维权能力，切实来维护中国海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将大大的提升中国海上维权的底气，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很大的突破与发展。